手艺没丢。后厨缺主灶，月薪8000，包2顿饭。8000？你空了6年，先把锅接起来。多大？60。看着可不像。谎报年龄出事了，可没人负责。农村人显老，身子骨没问题。临时杂工，1天50，干完现结。干，50也是钱。8000不算高，可也得先干起来。我以前1个月3万，还管过10几个人，现在让我在这种小店拿8000，从头做主灶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面试不是挺顺吗？怎么没留下？工资太低，8000块，还想让我在这种小店从头干？8000还低？你已经6年没工作了，先干着，总比整天在家强。我以前1个月3万，现在让我拿8000，我丢不起那个人。你去哪儿了？跟老伙计转了转。爸，你别又去接那些零活，让邻居看见，像咱家接不长锅似的。靠手吃饭不丢人。我没说干活丢人，我是说人得干配得上自己的活。那你觉得什么活配得上你 ？Victory！ 你真去工地了？73岁的人跟年轻人扛水泥，你不要命了？郭成那笔债还剩6万多，催债电话又打到我这儿了。那是他自己欠的，咱替他还了10几万还不够吗？他以前不是这样，店倒了，媳妇儿走了，他那口气也散了。他不是没本事，他就是怕再输。怕输就让70多岁的爹替他扛。能替一天是一天，等咱俩都走了，就没人替了。爸，你还没吃饭呢，赶紧的，等一下饭菜凉了。国成，听说你去面试了？不合适，我们物业食堂缺厨师，工资7500，活不算重，你可以先去试试。我做过行政总厨，哼，去物业食堂炒大锅菜，大锅菜也是饭，别人肯花钱吃你做的饭就不丢人。你干维修干惯了，当然觉得什么活都一样，活是不一样，但一个大男人总得先养活自己。你这顿饭还是花沙和姨的钱买的，管好你自己。我就是管自己，才每天出门干活。大叔，今天够了，剩下的明天再弄。活没干完，人家明天就不用我了。国城旧债还剩63800。明天还来？来。老林，把这袋材料送上来。大叔，您别上了，我下来拿。你来回折腾成什么？他送一趟能怎么着？没事儿，就一趟。大叔，小心！国成，开门！敲什么？树从架板上摔下来了，正在医院抢救。什么工地？他去工地干什么？
为什么没人告诉我？他73了，工地怎么敢收他？说出自己报的是60，临时现金工，没合同，连正式考肠都没有。他73，他怕说实话，人家不要。林大山家属，我是他老伴儿。抢救已经开始，后续治疗和住院手续也要尽快办，费用先按8万元左右准备。用这个。家里什么时候有这么多钱？密码是你的生日。先生，这是您的回执单。姓名林大山，工作天数第12天，每天50元，总计600元。小完就让一下。12天，老爸每天50元，在工地上弯了10几天的腰。而我除了游戏还是游戏，8000一个月都嫌弃。病人伤情很重，生命体征仍不稳定，我们正在继续抢救，需要家属配合后续处置。还有希望吗？情况不乐观，但医疗团队会继续尽力。具体方案和风险，我再向你们说明。做，多少钱都做。他最怕拖累人。他是我爸，不是拖累。家属签字。钱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咱就救。我最亲爱的爸爸，你去了远方，世界突然空了，生活没了方向，你默默承受一切，从不诉伤，这份爱太重太长，我最想念的爸爸。5月3日，零工50，替国成还30。5月4日，减脂箱12，买降压药6，剩6。5月5日，工地50，国成手机费39。他就是怕再输，等我替他把债还完，他就能走。你虽不在，总会离场，我会勇敢生活，带着你的期望。我最亲爱的爸爸，你去了远方，世界突然空了，生活没了方向，默默。叔以前帮我修过第1辆车，他说手上有活，心里就不慌。 70多岁还去工地，不就是为了这个儿子？38了，整整6年不工作，还在家靠父母。要是我儿子，我就当没这么个人。老林这条命，算是替儿子还债了。别闹，他们说的也是事实。你把今天最后一程，让他安静的走。 不是现金结账，账早清了，12天工钱600。我爸的赔偿呢？他虚报年龄，又不是正式员工，公司不认这笔工伤，赔偿也不会给。全是在你们工地出的事儿，谁让他上架板？谁看见了？你当时在现场？林哥，对不起，我家里也靠这份工。想告就去告。 合同、考勤、真实年龄，你们一样都拿不出来。别动手！在你们眼里，我爸的一条命只值600元。12天，600元，赔偿5。为什么？ 这些钱，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有用吗？你爸一说找工作，你就发火；一说还债，你就把自己关进屋里。我没让他替我还，可你也没拦。国成，你爸没了，以后再没人替你扛了，
妈不求你什么，只希望你找份工作养活自己。剩下的债我还，你的日子我管。一天没吃了，先垫一口。我明天出去找工作。妈，肺部影像异常，心脏情况也需要进一步评估，建议尽快住院。后续是否需要手术，要等完整检查。不用住，我回家吃药。现在离院，风险需要家属自己承担。先住一天行不行？住院不是你想住几天就住几天的。家里已经没多少余钱了，你爸的事儿刚办完，剩下的得给你留条路。你早就知道。你爸那时候还在替你还债，我要再住院，这个家就真空了。办住院。国成，爸已经拿命替我省过一次了，我不能再拿你的命给自己留后路。二手回收吗？我这边有一批货，用了几年，最多2000，搬走。2000元已经转过去了，收到了。第一笔卖游戏机2000元，给母亲办住院。你真来了？厨师还缺吗？昨天刚招满。洗碗搬菜还缺临时工，1天120。围裙在哪儿？林叔，这口也刷了。我才38。那林哥，麻烦了。12点前还得切完下一批菜。受得了？受不了也得先把今天干完。6天，1天120，一共720。这6天你没迟到，也没少干一件活。不过明天正式工回来，临时岗就结束了。之前你替我爸垫的车费，叔已经还过了。那我请你吃饭。等你找到长期工作再说。第二笔，临时工6天，720元，给母亲住院，游戏账户存700元，自己留20元坐车。6年没碰灶，谁知道你还能不能适应？我们要35岁以下。味道不错，但你以前当过老板，我怕你不服管。招聘年轻女服务员，18至25岁，试试吧。老板，招人吗？不招。牌子上不是说招服务员？我要年轻漂亮会说话的。你个大老爷们儿往前厅一站，客人还有心情吃饭？老板娘，招个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，天天跟王老板前厅后厨待着，你放心？你少挑拨！他说的也不是没道理。我不一定端盘子，洗碗、切菜、炒锅、算成本，后厨的活我都能干。你要多少？先试3天，1个月1500，压1个月工资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现在就干！我可提前说好，中途不干，压着的工资1分没有。行。
还真会点东西。有这手艺，怎么混成这样？以前把自己看得太高，摔下来才知道，锅台不分高低。以后厨房归你，工资还是1500。轻点儿，碰坏了你们赔。王老板，前2个月货款该结了。生意不好，下个月一起。你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。一个送货的，催什么催？天太热，能给杯水吗？2块1杯。我就喝口白水。小本生意，白水也有成本。看什么？干活！你不嫌弃就喝我的，早上从家里带的凉白开，还没喝过。谢谢，不好意思，给你喝完了。没事儿，晚上回家再装。看不出来还是个菩萨。既然把自己的水给别人了，那你以后别喝店里的桶装水。不喝就不喝。这样做生意，路只会越走越窄。赶紧走，别耽误我挣钱。谁让你倒的？客人剩的。这盘肉几乎没动，挑一挑，晚上还能卖。吃剩的菜不能2次上桌。你懂什么？重新过油，加点葱，不就跟新的一样？不一样，这是砸招牌。你一个1500的打杂工，教我做生意，不想干就走。这盘我不上。你不上我上，起开！怎么弄的？后厨不小心碰的。工作不顺就别干了，家里还有钱。妈，以前你和爸就是这么把我惯坏的，一不顺就回来，一受委屈就说家里养得起，最后我连受点委屈都觉得丢人。服务员，您好，怎么了？肉边都干了，是不是剩菜？不可能，我们店天天现炒。让后厨的人说。小林，你说，这盘菜是昨天客人剩下的，我准备倒掉，是王老板重新加工后留下的。你们把别人吃过的东西端给我，你还想动手？不动手可以，把饭钱付了。你给我上剩菜还想要钱？小本生意你不也吃了？算了，懒得和你这种人计较，不用找了，以后你们店我也不会来了。老公，还是你厉害，一盘菜卖2次，第2次还收了这么多。吃里扒外的东西你也滚，工资1分钱都别想要。工资我会按规矩要，这种菜我1天也不会再端。你准备反映情况？不然呢？等他们把下一盘剩菜端出去。蓝川给这家店供货2年，进货数量、欠价和配送时间，公司都有记录。我刚才也在场，你不介意，我可以一起去，把我知道的说清楚。走。我是公方门店联络员，今天中午我在现场，相关进货记录可以配合核对。情况已经登记，后续会按流程核查，2位保持电话灵通。姓林的，你断我财路，工资1分钱别想拿。店不是我做坏的，是你自己把顾客一次次往门外赶。上次那杯凉白吹还你。我为了等登记，午饭也没吃。你陪我跑这一趟，我请你吃碗面。各付各的。行，谁也不欠谁。你以前做过厨师？做过行政总厨，也开过店。那怎么会在王建军那里拿1500？以前嫌8000低，后来家里真缺钱，1500也得干。王建军这家店要是真关了，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？附近有医院，有工地，也有上班的人，不缺吃饭的人。他缺的是把人当人的心。真让我做，只留12道家常菜，午饭要快，价格要写清，工人要吃得饱，陪护家属得方便打包。利润呢？少做几道，少压库存，少倒东西。不是只有涨价才能赚钱。你想重新开店？想过，没钱。蓝川最近也在处理这家店的欠款和租约问题，我只能把你刚才说的话带回去。有没有机会
不由我说了算。不用替我求人。我也没打算求人，我只是觉得这张纸不该扔。不能等机会上门，明天再去试试。手艺没问题，可你6年没有稳定工作，又当过老板，我们担心你不好管理。我可以先试工。抱歉，岗位已经定人了。寻找经营合伙人，合作方提供现有店面、基础设备及1万元启动资金，经营者负责日常经营，收益按约定分成。意思是被别人承包了，现在要找人接着经营。你好，我在餐馆门口看到合伙广告，想问问具体怎么合作。方便的话，请您明天到蓝川餐饮公司面谈。听这口气，公司还挺大的，至于租这么一间小店面吗？更离谱的是，还要寻求合作伙伴，不会是骗子吧？这么大的公司，为什么会管一间关门的小餐馆？合作细节需要当面说明，地址我发给您。行，我明天过去。这公司也太气派了吧！这么大的公司会去承包一家小餐馆，而且还要寻找合作伙伴，这究竟是什么神仙骗局？算了，来都来了，进去看看。您好，请问您找哪位？我看到餐馆门口的合伙广告，约了今天面谈。林先生，请跟我来，请进。您稍坐，我去确认一下项目负责人是否结束会议。好。真不巧，负责这个项目的周总临时外出，他看过你的基本情况，让我先把合作条件讲清楚。公司负责店面、现有设备和1万元启动资金，你负责经营、人员和菜品，扣除正常经营成本后，利润55分。1年内门店要收回公司前期投入，连续3个月经营亏损或者出现食品安全问题，公司有权终止合作。合作终止后，你不承担公司的店面投入，也不享有门店资产。公司为什么愿意把店交给我？周总只提了3个要求：熟悉这家店，能马上接手，真正在后厨干过，愿意把账和食品安全放到台面上，你都符合。不用试菜。周总看过你在原店留下的记录，也看过供货方提交的情况，他说能不能把店做起来，交给顾客判断。我有旧债，母亲还在住院。合同只看你是否如实披露，能否履约。我还要一条。什么？后厨和用人由我负责，公司查账查食品安全，我配合。可以报周总确认。合同确认了，1万元启动金今天到账，日常流水和库存按周提交，供货和门店联络暂时还是周兰负责。周兰也在蓝川？他一直负责跑门店。太好了，以后这就是我的店了，一定要把它经营好。先做3件事：第一，换招牌，这笔钱不能省；第二，订菜单；第三，招1名服务员。算了，启动资金只有1万块，钱要花到刀刃上，我先自己顶着。兄弟，我有个店，帮我装修一下。你真把这店接下来了？不是我的店，是合伙人的店。修水管、换灯、补墙，1天400，能不能便宜点？亲兄弟，明算账。对，该多少就多少。材料你出，工钱营业后再结。记账，第一笔赚到钱先还你。招牌2800，清洁和消毒600，基础食材3000，餐具1200，维修材料1500，机动资金900，没有宣传费用。先把饭做好，没有服务员，我一个人先顶。一个人做12道菜，收银清洁呢？所以午餐只开6道。招牌到舍得花，名字是给人看的，里面的饭才是让人留下的。店名定了。你做饭还敢叫这个名字？所以来拜师。红烧肉怎么做？你以前当厨师还问我？我会做饭店的红烧肉，不会做你那种。先炒糖色，火别太大。你爸牙不好，太硬了咬不动。火别太大，爸咬不动。第一锅红烧肉颜色发黑，第二锅太甜，第三锅肉质发柴。还没走？明天开业。紧张？怕。你会承认怕了？
太甜，还有呢？不像妈妈的味道。这算什么评价？那就再来。3号桌2份米饭，1号桌的汤马上来。老板，还要多久？就6个菜，怎么还这么慢？肉太甜了，这个又太咸。营业额680，退款2单，剩菜率27%。照这个速度，首月就会亏空。第一天都这样，不是第一天的问题，是我以为自己以前当过厨师，就一定会做家常饭，我又把自己看高了。红烧肉剩1200克，青菜剩800克，米饭剩3公斤。公司合作用工平台可以推荐1名厨师和1名前厅。工资怎么算？计入门店人工成本，不是公司白送。把名单给我，我自己面试。第一天就把自己当3个人用，账不会因为你累就少亏。店缺人，我会招。那就快一点。我只负责把门店情况带回公司，不替你把问题藏起来。正好，我也不需要一份好看的假成绩。家常菜别切那么讲究，大小不一样，吃着才像自己家。大小不一样，煮的不一致。你爸就喜欢吃软一点的，我每次都把边上的薄片盛给他。你做饭店菜，总想着每一口都一样。家里做饭是想着谁爱吃什么。妈，明天你想吃什么？小米粥。我给你送。店里忙，不用。以前你喊我吃了38年，现在轮到我。老板，来几碗热粥。今天试菜，不收钱。这个不错，我妈住院就吃得下这种。赵师傅说这里有热粥，还能把菜做软一点。有，进来坐。需要点什么？孩子刚做完手术，不能吃太油。给他做碗肉末蒸蛋，油盐都少一点。菜单上没有。今天有。住院3天，他第一次肯吃饭。慢些喂。今天营业额1100。别高兴，只是尝尝鲜的顾客，能不能留下还得看明天。营业额看着增加，账本上的余额却越来越少。食材采购、燃气、水电、一次性餐盒，一项项扣下来，只剩2300元周转金。数据不错，为什么还皱着脸？卖的越多，现金越少。你的价格定低了。涨价，刚来的客人就走了。不调整，店会先失去现金流。不是价格的问题，每道菜单独备料，种类还是太多。从明天开始，12道菜每天轮换，只上8道。午餐做固定套餐，晚餐再单点。顾客会觉得选择少。选择多不等于吃得好。明天是。这是我的店，为什么要你批准？因为这1万元是公司的。你说的对，但日常经营里后厨我说了算。账目和风险披露我负责。只干4小时。午餐高峰帮收桌打包。我下午得接外孙。2点准时走。会不会看人脸色？会。那就会服务。这种小店最爱拖工资。每天2点结算，迟1分钟算我违约。那我试1天。3号桌少盐，5号桌的老人米饭软一点儿。知道。老板，我回工地拿，先吃。我不欠账，名字写这儿，下次来补。不怕人跑了？2块钱能看清一个人，值。钱可以少赚，账不能欠。这个不记账。妈，
你真去小餐馆干活了？4个小时不耽误接孩子，这种店能开几天？别到最后又拖你工资。钱结了，饭也管了，老板说2点走就2点走。奶奶，你以后不陪我了吗？姥姥还是接你，可姥姥也不能一辈子只会接你。妈，你好久没这么认真写自己的名字了。从今天开始，这份活也算我的。老板，我不是说了少盐吗？坏了，2桌送反了。我都吃2口了，我们都等20分钟了，你们到底还能不能做？刘芳，先处理送错的，别看我。是我送错了，这份不能再给您吃，我现在重新做，我还得回医院，哪有时间重新等？8分钟，超过8分钟，这顿饭不收钱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林哥，一份少盐餐，8分钟。米饭先盛，青菜重新焯，酱汁别用锅里的，单独调。明白。那我们的还要多久？您前面还有3单，12分钟左右。刚才怎么没人说？刚才是我忙乱了，您要是等不了，我现在给您退单。算了，12分钟我等。怎么都画上红圈了？特殊餐，以后少盐、过敏不要辣，全用红夹子。这个办法好。吃一次亏，总得长点记性。少盐餐好了。这回对了，今天是我的错。您发消息预定我提前给您加红单，那明天中午再给我留一份。好，我给您记上。送错1单，重做1份，这份损耗记你头上。从我工资里扣吧。不扣，今天这份饭算店里交的学费，同样的错再犯才算你的。不会再有第2次。今天运营情况怎么样？送错1单，重做1份，没有退单，明天多一个预定。我知道了。老板，明早还有热粥吗？有，几点来？7点半。给你留着。许静，我搬家翻到你的东西，纸箱里是你当年开店时用过的一套厨刀。你一直留着？不是舍不得，是不知道该扔还是该还。以前的事儿，对不起。你对不起我的不是店倒了，是店倒以后你每天骂合伙人、骂市场、骂我不理解你，就是不肯承认自己也做错了。我知道。你现在真知道了？以前我觉得认错就等于承认自己没本事，现在才知道，不认错才是真没本事。我听共同朋友说你又开店了，这次别再把店当成证明自己比别人强的地方，把饭做好就行。谢谢你把刀还回来。客单价太低，照这个利润，1年也开不了第2家。周总的批示是先验证社区需求，不急着扩张。公司不是慈善机构，门店目前也没有靠补贴做流水。我会继续看数据，一个失败过的厨师值不值得继续投？不靠谁心眼上他，靠结果。经营人的债务、履约和食品安全记录查清。婚姻和家庭资料呢？与履约无关的不要。目前评估符合手术治疗指周，没有发现远处转移，这是好消息。手术得多少钱？加上心脏评估和住院，先准备10万元左右。不做了。做。你爸抢救已经花了8万，存折里剩的钱都用完，你以后怎么办？我现在有店，那店还不是你的，所以我更得把它变成我的。我不能拿命逼你成功。你不做手术才是在逼我，那会让我后半辈子都觉得自己又一次没来得及承担。妈，我不是为了还债才管你，我是你儿子，让我做一次儿子该做的事。麻烦来一份10票素餐。我先来的。您牙口好，能吃这份。后面那位叔刚做完手术。贺总也吃10块的。我来看看公司投的钱是不是只换来一群人说感动，味道普通。家常菜本来就不靠第一口经验，那靠什么赚钱？靠他明天还愿意来。低价容易吸引人，可一旦成本上涨，你第一个伤害的就是这些人。所以我要学的
不只是把价格压低，还得让这顿便宜饭活得久。你至少知道问题在哪儿。知道不等于能解决，你有什么好建议吗？明天的流水和损耗也发给我。方宇每天都在发，这次直接发给我。父亲抢救，母亲前期检查和住院已经耗掉大部分存款，手术押金还差3万元。几点了？凌晨2点。你这样连这个月都撑不过去。我妈下周手术，白天开店，晚上备菜，只能这么撑。手术费还差3万元，我可以先借给你。利息多少？不用利息。那就是你个人替我填窟窿。你非得把所有帮助都理解成施舍。因为我靠别人活了6年，我现在分不清哪一步是自己走的，哪一步是别人抬的。合伙经营人能不能申请公司的医疗应急贷款？可以的，我这就把流程发给国成。走公开流程，缺口3万元，费用分期和双方责任全在合同里。把每期日期和双方责任都写清楚。林国成，接受公平的帮助不等于没尊严。好的，我接受帮助。老板，你这白菜炖豆腐像我老伴儿做的，那是夸我还是骂我？他走5年了，我5年没吃到这个味儿。以后想吃就来，我退休金不多，常吃可担不起。小份8块，吃不饱饭免费添。核心价值不是低价，是稳定的给普通人一顿有尊严的热饭。咱们欠一屁股债，他倒把店开火了。那家店原来明明是我开的，现在招牌都换了。他不是爱讲食品安全吗？我就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他的店也不干净。这也太恶心了！老板，你给我过来！大家看看这家店的卫生到底怎么回事？不可能，我们每天都消毒。还想抵赖？今天吃过这道菜的客人全部免单。免单就完了？当然没完，先封存同批餐品，再联系平台和相关部门核查。一个义务有必要查这么严吗？你说是店里的我就查店，要不是店里的就查是谁放，不是要曝光吗？等人来拍得更清楚。现场情况已记录，后续由相关部门依法核查。店里有没有卫生问题？整体合格，但生熟菜板标识已经磨损，必须更换。今天换。我让法务查幕后的人。查可以，别替我把所有声音都封掉。污蔑不是声音。可店里确实有标识磨损，别人想害我，不代表我就没问题。你变得比我想象中快。不是变快，是代价太贵。从昨晚到现在，已经退了10几单，监控明明拍清楚了，怎么还是没人来？很多人只看了最先传出去的那一段。要不要花钱找人解释？花钱能买声音，买不回信任。平台已经给原视频加了核查提示，完整监控检查记录和受理证也开始被转发。公司建议趁现在做一次危机宣传，说明事实就够了，别拿别人的恶替我们卖饭。一份白菜炖豆腐。陈伯，您看见网上那些视频了吗？看见了，别人信不信我管不了，我这半个月的肚子没骗我。老板上次信我2块，这回我们信他1次。6份套餐，马上来。客人已经开始回来了。先把暴露的问题补上，信任回来的慢，守住它得更慢。原始监控、检查记录和转账线索都收到了，王建军、孙红和相关拍摄人员的责任还要继续核查。你之前被拖欠的报酬，劳动权益窗口已经发出结算通知，后续需要我配合，随时联系。平台已经下架实时剪辑，并给原视频加了更正提示，相关账号暂时不能继续传播未经核实的内容。把处理结果如实放到门店说明页，别做夸张标题。到账1500元。这是什么钱？王建军欠我的工资，你自己留一点。手术押金还差，麻烦把这笔钱全部存进桂兰的住院账户。好，请确认金额。确认。你不就是想把经营损失补回来吗？这钱给你。工资是你欠员工的，经营损失处理，对顾客造成的误导也应该公开更正。3件事，
不能拿一个信封混过去。我不需要谁被网暴，我只要事实内容被更正，该承担的责任不被省掉。监管核查、劳动权益和民事处理分别推进，最终以正式结果为准。他们发布更正说明了，承认之前的内容没有核查，要不要转发，让大家都看看？贴事实就行，不开骂，也不让顾客去围攻。开门。妈，检查时间我都安排好了，明天要做的书写项目也都确认了，您放心。别太累。刘芳负责前厅和打包，赵强、午餐高峰过来帮忙。方宇按公司流程申请一名临时厨师当档。刘芳，你复述一遍。放心吧，老板，我都记在本子里呢。明天店里交给你们。你安心陪姨。给我这个干什么？爸的账我还没还完，你得出来监督我。你爸最想看到的不是你还钱，是你别再躲。我不躲。你怎么来了？方宇说手术今天做。店里呢？店里有人。你现在不需要证明自己同时能顾住所有地方。我爸抢救的时候，我满脑子都是钱，这次我还是怕。怕就坐着，不用表现得像不怕。手术顺利。这是病人一直攥着的。我先回店看看今天的经营情况。去吧，我晚点再走。一切顺利，赵强帮着维持前厅和配送一整天。方宇按照临时用工标准，从公司调来一名厨师登档，费用完整计入当天人工成本。我给大家做一份员工餐。周兰，你这是菜还是汤？我本来想给大家加个菜，幸亏还没端出去。今天2600，开业以来最高。医院护工临时加餐，我按你写的流程接了。我负责送。临时厨师的人工已经计入成本，没有替项目作假。你不在，店也没停。谢谢。别光谢，刘姐工资得涨。我没说。从明天起，每天120。通过考核后，签正式合同。真签合同？我吃过没合同的亏，不能再让别人吃。少了一箱豆腐。你去医院陪姨复查，店里按流程走。对，一箱豆腐，现在就要。这不是林老板的味儿，是我家的味儿。那就对了。经营者缺席2小时，门店流程正常，员工自主调整菜单，顾客满意度未下降，项目开始不只属于一个人了。这回总能喝了吧？扣除食材、人工、房租分摊和备用金，本月可分配利润6800。按照合同，公司3400，经营方3400。员工和供应商先结清，再分。已经全部计入成本，没有拖欠。1个月赚钱不代表1年能收回投入，所以合同写的是1年，不是1个月。店现在还是离不开你。第1个月靠我把火点起来，以后得靠每个人守住自己的位置。继续观察。1年还长，那就一天一天做。公司已经和房东确认剩余租期，经营备案也办完了。从今天起，这家店的手续正式齐全。真给我交社保？合同上写了就得交。以前那些店都说小餐馆没这个规矩。以前没规矩，咱们从现在开始有：1. 全员缴纳社保；2. 每周双休，节假日3倍工资；3. 后厨卫生，每日公示。第3条不像制度，
可很多店就是败在第3条。你不是只去帮4小时吗？开始是，现在老板让我学排盘盘点，还让我学一道招牌菜。你身体吃得消吗？吃不消我会说，但我想试试。老师让画家里最厉害的人。以前你画姥姥，总是把我画在厨房或者幼儿园门口。听说你酸菜饺子做得好，家里人爱吃，店里不一定行。先做20份试卖，卖不出去呢。记录原因，改。你不怕我砸招牌？我第1天红烧肉剩了1200克，招牌没那么容易砸，人也没那么容易定型。皮太厚，太咸，像北方家里包的。真写我名字？谁做出来的就写谁。你别一天到晚往医院跑，店刚稳下来。店里有人。你以前可不是这么信别人。以前不是不信别人，是怕别人发现我不行。淡了，病人吃的淡点好。到底淡不淡？你这人认真起来也烦。回家也是拖累孩子，练不练都一样。我以前也觉得给孩子省钱就是帮他，后来才知道自己不肯活，才最折磨他。咱俩比一比，谁先走到那棵树，谁明天多吃半碗粥。今天的检查结果不错。医生，我妈现在怎么样？在留院观察几天，要是各项指标没有反复，就可以办理出院。终于能回家了。先别急着高兴，回去以后也要按时吃药，不能再劳累。我记住了。这几天把你累坏了吧？你能平安出院，比什么都强。第1笔转5000元到这个账户，对吗？对。备注写什么？还债。这是我爸以前替我垫的钱。第2笔2000元转到蓝川餐饮公司账户。对。也是还款。公司借给我的医疗应急款，现在先还2000。第3笔3000元存入桂兰的住院账户。这是我妈的治疗费。3笔全部确认。确认。都办理好了。谢谢。剩余款项什么时候处理？每月10号，本金和合法利息我1分不少。一次还清可以减免。我现在做不到一次还清，但我不会再失联。行，按计划来。您就是老板的母亲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这店都叫妈妈的味道了，大家早想见见师傅。尝尝。姨，给个准话。糖还是多了点儿，不过比他爸做的强。你爸要是在，也能吃2碗饭。低血糖，午饭忘了吃。先吃。这是项目贿赂，剩饭处理。你管别人吃没吃饭，管得挺熟。以前38年都是别人管我，现在学着管一次。许晶那天来是想复合吗？门店联络员还管合作方前妻？风险调查。他来还刀，也来告诉我，失败不是我伤人的理由。你还怕他怎么看你吗？以前怕所有人看不起我，现在更怕我妈看不到我变好。这份菜红烧肉糖还是多，吃人嘴短。合同里没写。林师傅，老板让我来请你回去，
行政总厨，月薪3万，奖金另算。以前是我看轻你了，8000那天我转身走，不是因为8000真少，是我还活在过去的3万里。那你答应了？不能回去，今天不回去也不是3万少，是这家店刚走稳，我不能把锅一扔就走。哪天想来打我电话。请问您找哪位？项目负责人周玲。您找周总？他不是项目负责人吗？周总是蓝川餐饮创始人兼董事长。创始人、董事长，门口那张寻找经营合伙人的广告，也是你让人贴的？是，电话是你自己打的，合同是你自己签的，店也是你自己做起来的。那你还准备瞒我多久？身份不影响合同。影响？我以为你是跟我一起跑店的项目经理，结果从一开始，我做的每一步都在你眼皮底下。所以呢？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在合作还是在考察一个样本。我是商人，我投项目就一定会考察。考察可以，隐瞒不行。如果我第一次就开着车带着助理告诉我是董事长，你还会把水给我吗？你还会在面馆里把自己的失败和方案都说出来吗？不会。那我的判断没错。你的判断对，不代表你的做法对。我以前最恨别人替我决定，我爸替我还债，我妈替我留钱，他们爱我，可他们也把我养成了一个不会负责的人。你别再用为我好替我决定我该知道什么。第2家店暂缓，等我们都想清楚什么叫合伙再谈。林哥真生气了，他觉得我不尊重他。您为什么一开始就选他？王建军连一口水都不肯给我，他却把自己带来的水递了过来。试菜那晚，他明明怕再次失败，却没有装作什么都不怕。出事以后，他宁愿把监控全部公开，也不肯把问题藏起来。所以您觉得他值得投资？值得投资，不代表我可以一直瞒着他。所以这一次，您确实应该把身份告诉他。你站哪边？站合同这边。还有一件事，贺总准备暂停社区餐饮项目，理由是第1家店不可复制。通知明早开会。跟周姑娘吵架啦？工作上的事儿。你爸以前也爱说工作上的事儿，其实就是两口子拌嘴。我们不是两口子。那你更没资格一直生气。人家瞒你身份不对，可你是不是也把过去失败、欠债、离婚的事儿藏着？他公司查过，查到和你自己说不一样。尊重不是让别人什么都告诉你，是你也敢把自己摊开。别刚学会站起来，又拿尊严当墙。明日上午，董事会将表决是否暂停社区餐饮项目，经营员可到场陈述，并提交说明材料。第1家店依赖林国成个人厨艺和情感经营，无法规模复制，建议停止追加投入。谢谢给我陈述的机会。项目要不要停，至少该让经营者说句话。董事会不是餐馆。第1份是中央厨房标准料包做的，第2份是我做的，第3份是刘芳照流程做的。第3份接近第2份的底味，却保留着刘芳自己的家常口感。妈妈的味道不能完全复制，可干净、稳定、尊重顾客可以复制。公司统一食品安全、采购底线、成本系统。每家店由本地经营者保留2道自己的家常菜，不是复制一个林国成，是找到100个愿意对一顿饭负责的人。第2家店，你还想开吗？想，条件、风险、身份都要写清。先补一件我欠他的。周兰，39岁，蓝川餐饮创始人、董事长。之前没有说明身份，是我的责任。现在，我以合伙人的身份，重新邀请你继续。
林国成，38岁，旧债还剩4万9，医疗借款按期还，没有背景，只有一家能赚钱的店，条件写清。我继续。表决。不是周兰替他争来的，是296名复购顾客替他投的票。6年前，我以为自己再也站不到灶台前，今天，他们投的不是我的过去，是这家店现在的结果。光成，我没有针对林国成，你查了他的家庭和婚姻，那部分是我越线了。公司300多名仓储司机和质检人员，中央厨房项目一旦停下，前期设备投入和岗位安排都要重做。我担心的不是一份白菜豆腐，是你为了证明自己的新方向，让300个人替你冒险。所以社区项目不能只靠情怀，他必须证明自己能创造稳定岗位。第2家店如果失败，我会第一个要求停。合理。如果成功呢？你得第一个承认你错了。哼，等他先成功。周总，这是新店的选址资料，让他自己选择。店铺紧邻医院侧门，租金比第一家高1倍，每天经过12000人。租金也可能把经营压垮。公司建议提高客单价。这里最缺的不是高价套餐，是陪护餐。叔，医院食堂吃一顿多少钱？2个人30多，住院一天花的够多了，能省一顿是一顿。第2家只做4种套餐，10元素餐，15元荤素，软食和病号粥单独做。这个价格利润很薄。高峰做量，非高峰做预定，再和医院周边护理站合作。可以试。不是你批准，是合伙人同意。我就会给家里3个人做饭。那就先按3个人做，一锅12份，分4次炒。问题在哪儿？锅没烧热就下菜。再来。这次太咸了，请。你真放心我炒？不放心也得学着放。店要离了我就停，那不是店，是我的拐杖。先撑过开业，后面再改。不行，线路载荷没算清，强行送电会烧设备，严重了会起火。你懂还是电工懂？现在我也懂。考过了，第3回总算过了，差1分也是不过，多1分也是正。原设计漏算了征销和保温柜同时启动的负荷，停工整改，并按专业标准向赵强支付检测费用。邻居帮忙，不用这么正式。有证有技术就该按专业付费。亲兄弟，明算账。以前我劝你别嫌活低，现在轮到你逼我把自己看高一点。你爸不爱照相，这是我找到他吃饭最开心的一张。他要知道你开第2家店，能在小区吹1年。免费项目要设预算，每天30份，超出由我个人利润补。为什么是65岁？我爸73岁，怕人不要，把自己写成60。他以为少说13岁就能多挣1天50。这怎么15变16了？餐盒费1元，菜单上没写。退1元。餐盒确实有成本，有成本就该提前写。原来被人当场纠正是这种感觉，不好受，但有用。姥姥是老板，不是老板，是店长。你现在还管别人了？不是管，是出了问题，得有人先站出来。刘姐，少盐餐和普通餐弄混了，全部停一下，红夹子重新核查，送错的先道歉，再重做。今天我自己接他，你把班上完。姥姥再见。
少盐餐送错是食品服务风险。是。你不怕把问题写得这么清楚，影响考核？不写，问题也在。公司准备做门店店长培训，第一批你来带实际操作。我才刚学会。刚学会的人最知道新人会错在哪儿。先把今天的封签换完。店长流程可复制。一批鸡肉抽检异常，已经配送到6家合作门店。周总只是快速筛查异常，你现在召回，消息传出去，我们2家都难看。温空记录为什么有6小时空白？司机忘了上传。是忘了上传，还是车厢断过电？复检没出来，别把事儿做绝。你们今年1半鸡肉都靠我供。钱赔得起，人进医院赔不起。你敢全召回，我明天就停工。不用等明天，从现在起，康达全部批次暂停入库，法务启动违约调查，采购组启用备用供应商。停的不是一车鸡肉，是你们的合同。全部召回，相关门店停止使用，同批次封存。只是快速筛查异常，复检还没出，等结果可能已经卖出去了。全面召回，损失至少50万。不召回，损失的是公司底线。立刻把所有鸡肉封存，第2天菜单里3道主力菜必须下架。全部封存。没鸡肉，午餐卖什么？豆腐、鸡蛋、猪肉。客人肯定少，少也不能卖有风险的。公司会承担召回损失。门店停业损失呢？按合同，公司承担供应责任。那就别停。菜单少1半，把原因写清楚。敢主动写出来，比藏着强。没有鸡就吃豆腐，饭照样得吃。问题批次的最终检测结论尚未出具，但在结果明确前，我们选择先保护顾客。有人认为公司反应过度，造成不必要恐慌。食品安全不是等出了事再证明自己没错，是有疑问时先停止。公司创立12年，这是第1次主动召回。心疼钱？心疼。那你还召回？我爸以前开过一家小饭馆，供应商送来一批有问题的食材，他觉得复检没出来，停1天就会赔很多钱，所以他犹豫了1天。就是那一天，几名顾客进了医院，店关了，他也再没站起来。所以你什么都想提前控制，控制供应商，控制门店，控制风险，有时候也控制别人该知道什么那件事。我确实错了。以后再错呢？你当面指出来，当着客人也行。先解决问题，回头再吵。公司不是账面上的数字，有些东西丢了，再多钱也买不回来。比如，别人愿不愿意相信你？我以前觉得男人得永远赢才有尊严，现在呢？承认自己会输，输了还肯负责，可能更难。那你现在算有一点尊严了。才1点。别膨胀。别看难看，能吃。这是对食物最低的评价。阿姨，这是给做饭的人。我不会做饭，可你也在帮忙。小心烫。别照网上几克几克的抖，先想想家里人爱吃甜还是爱吃咸。卫生标准还是得按克。
你交标准，我交过日子。长期免费，成本谁出？他们带菜，店里借火，谁也不欠谁。我老婆住院，她总说想吃家里的，今天终于能给她送一份。趁热。你刘姨介绍的。妈，我38不是18。38才该着急，人家有工作，性格也好。不见。心里有人了？没有。那就是周姑娘。他是合伙人。你看他的眼神，不像看合同。你爸要再准说你没出息。我现在挺有出息，事业有点儿，感情上还是躲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助理说你又没吃晚饭。方宇现在到底拿谁工资？拿公司的，良心是自己的。排骨汤。合作协议里没有送饭这一项。私人服务。收费吗？贵。多少？陪我吃。汤有点淡，下次再改。你怎么来了？天气预报说这里积水。我一个人能处理。我知道能处理，不代表只能一个人。我自己来。那你挖左边。凭什么你指挥？后厨和排水我说了算。林先生，最后一笔个人旧债已经结清，证明稍后发给您。谢谢。公司的医疗应急结款也已经全部还清，麻烦把结清证明发给我。已经发了。爸，2家店都站稳了，12个人靠着他们吃饭，最后一笔旧债和医疗借款也都还清了，63800元已还清。钱还清了，欠你的日子还不清。你爸不会要你还。我知道。那还写？提醒自己，以后别再把最亲的人当成不会走的人。这是又要开新店吗？这笔钱不拿去开第3家店？店能开，是因为大家替他站住了。先把该给人的位置和回报写清楚，再谈下一家。赵强，2家店的维护以后都靠你了，这是公开的晋升标准。所有奖励与晋升都按公开制度执行，不做保本、保收益或口头承诺。以前我总觉得小餐馆的人干多久都只是临时的。从今天起，不是。上面怎么说？没有正式合同，没有完整考勤，也没人愿意作证，项目方还是不肯赔，人回不来。可我不想再看见别的老人为50块去赌命。老龄热饭与安全关怀项目，这笔钱从哪里出？门店自己出，不对外募管，也不收个人捐款。日常经营和项目支出必须分开记，买了多少食材，送出多少份饭，每一笔都要有记录。我单独记一本，买米、买菜、餐盒、车辆用电全写清楚。还有一条，这是公益送餐，不许宣传成投资项目，也不能承诺任何收益。本来就不是拿来赚钱的。线路和保温都检查好了，满店能跑完整条路线，中途不用充电。现在多少度？68度。第一份送到以后，再测一次。第1站是社区独居老人，第2站是夜班保安。2份少盐，1份不要辣，我都用红夹子标好了。别送错。上次已经吃过亏了，这次错不了。第一趟谁去？我去。路线不是已经试过了吗？地图上能走通，不代表饭送到以后还是热的。第一趟，我自己跟。你爸以前在工地上，最盼的就是能吃上一口热饭。所以第一锅
不能送粮了。可以出发了。首次送餐正式启动。我能干活，不吃白食。那帮我做件事。什么？看到让高龄人员冒险作业的情况，就向主管单位反映。这顿饭算信息费。第3家店，这次在哪儿？产业园，夜班工人多，凌晨也要开。条件呢？还是你控股，公司负责供应链和系统。听起来公平。看下这个家门。这是什么店？不是店，我家的。咱们可以试着更深层次的合作。你可以拒绝。我不是拒绝，这是我家的，地方旧，离公司也远，但我妈说饭馆够，所以店继续合伙，日子也试着一起过。这份长期合同能不能中途退出？可以，但我不打算先想退出。周兰，你愿意吗？合同给我。财产约定写得挺清楚，合伙人先把账算清。婚前店铺股份各自保留，婚后新增项目共同投资，共担风险。你没占人家便宜吧？妈，我是你亲儿子，所以我才了解你。以后谁做饭？你做。谁洗碗？洗碗机。谁出钱买？共同账户。这还像过日子？证领到啦？领到了。走，先去看看你爸。爸，我们来看你了，债还了，妈也恢复得不错。你儿子现在忙得很，2家店，还惦记第3家。还带了个合伙人。爸，我叫周林，我和国成是项目合伙过日子，也一起，您放心。爸，我以前最怕输，一输就躲，还让你们替我扛，钱能还，日子还不完。我以后还会输，但不躲了。一把够了。今天糖正好，终于合格了。勉强。老板招人吗？会什么？以前干过厨师，后来店倒了，2年没上班，工资低点也行。先试一道菜。是什么？你最想给家里人吃的。38岁那年，我以为自己已经输完了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尊严不是从没摔倒，是摔倒以后还愿意重新点火。火别急，欢迎光临。